你敢信号称生命禁区的沙漠居然即将消失吗？沙漠变绿洲，这种事情放在其他地方简直想都不敢想啊！但是在中国却成了现实。它就是毛乌苏沙漠，一个面积比海南岛还要大的沙漠，如今遍布绿质良田。如果毛乌苏能被消灭，那塔克拉玛干沙漠也能被消灭吗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毛乌苏沙漠位于陕西榆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之间，面积约 4.22 万平方公里，比海南岛还要大。毛乌苏沙漠是我国4大沙地之一，在蒙语中呢，毛乌苏的意思就是坏水，说这里就是寸草不生之地。不过也确实是，来到这儿你能看到的只有漫天黄沙，很多动植物在这里根本就生存不下来。但让人感到惊讶的是，其实在过去，毛乌苏并不是沙漠，而是一处水草丰茂、牛羊成群的地方，堪称游牧民族的天堂。也就是说，它不是天然的沙漠，这一点从它被列为沙地而不是沙漠就能知道。再说了，毛乌苏虽然是沙漠，但当地的气候和降水也没有到那么极端的程度。每年夏季，毛乌苏就经常下暴雨，形成洪涝，每年降水量最高达440毫米，而会变成如今漫天黄沙的原因其实是人为的。因为人口不断的增多，再加上不知节制的在这里开垦和放牧，时不时的还得碰上战争、埃及顿毒打，导致毛乌苏的生态急剧恶化，植被越来越少，水土流失也越来越严重，这也导致毛乌苏逐渐沙漠化，面积也在不断扩大。等到了清朝时期，更是彻底变成了一片沙海。因为人为的原因，毛乌苏从过去的塞外明珠变成了如今的一片荒凉，而毛乌苏沙漠也被人们称为人造沙漠，因为它是人们破坏环境而产生的。每年刮起的沙尘暴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。既然如此，惹不起那还躲不起吗？为了不遭罪，陕西榆林就多次搬迁，想用这种办法来躲避沙漠带来的困扰和麻烦。有的人甚至不得不远走他乡，但这光想着躲避可解决不了一点问题。眼瞅着毛乌苏沙漠的面积变得越来越大，治沙已经刻不容缓。于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国就决定要正式启动沙漠改造工程，出台了各项政策，不仅大规模的种植防风沙、引水排沙等，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，比如说大力的推广退耕还林、建立保护区，以及加强企业管理，避免某些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破坏环境等等。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，在进入21世纪初，毛乌苏沙漠就有 80% 的土地得到了治理，每年的水土流失量在不断的减少，运输到黄河的沙子更是少了4亿吨，曾经的沙地也变成了林地、草地。在沙漠的中心，陕西榆林甚至开辟了160亩的农田，把沙漠之都变成绿洲。要知道4万多平方公里的毛乌苏沙漠，将近1半多的面积都在榆林境内。曾经榆林的林草覆盖率更是只有 0.9%， 而等到了2022年，榆林沙漠土地治理率高达 93%。 这也意味着毛乌苏沙漠将从榆林又或者是陕西消失。曾经肆虐的毛乌苏沙漠，如今却变成了绿洲。有人就奇怪，同样是沙漠，为啥毛乌苏能治理成功，塔克拉玛干沙漠就不行呢？毛乌苏之所以能复原，地利和人和可以说缺一不可。毛乌苏面积虽然有4万多平方公里，和塔克拉玛干比起来呢，就是小巫见大巫。而且前面也说了，毛乌苏在很久之前呢就是牧场草原，气候降水不算太差，再加上地理位置十分的靠近黄河，引水治沙很方便，治理难度有，但是不大。而塔克拉玛干沙漠就不一样了，身处内陆，面积庞大，气候极端干燥，降水稀少等等。如果想要治理毛乌苏和它的难度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。其次就是人和，除了国家政府处理之外，还有很多企业、民间治沙人的努力。尹玉珍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，为了治沙，和丈夫泡在沙漠30多年，种了200多万棵树，将一片7万亩的沙漠硬生生种成了一片绿洲。还有时光银，全国首位治沙英雄，坚持治沙40多年，为了种树，他欠债上千万。唯一的儿子因为运送树苗而因车祸去世。40多年的时间，时光银和周边的农户种植的树木数量高达5300万棵。如今他年过古稀，也依旧在沙海里埋头奋战，甚至连孙子也在他的耳闻目染下成了治沙工作者。像他们一样的治沙英雄还有很多，也就是在所有人以及国家的努力下，毛乌苏沙漠才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将要消失的沙漠。但这份成果来之不易，所以要更加的珍惜和保护环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、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